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你带来的这些资料，就是关于身体怎么应对威胁，特别是那个战、逃、呆的反应，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一个很深的生存模式。对，你给我的这份研究摘要，还有几篇文章，都提到一条很关键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还有它跟压力甚至创伤的关系。看起来你想把这整个机制搞懂。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从你这些资料里面抓出最重要的东西，帮你理解这个该怎么说身体内建的自动驾驶系统，看看这些反应是怎么运作的然后了解这些为什么对我们的身心状态这么有帮助。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吧。你资料一开始就特别讲这个迷走神经，形容它是身体的漫游者，连接大脑跟很多重要器官，像心脏、肺还有消化道这些。对，这条神经真的是超级总管，主要负责那个副交感神经系统，就是帮我们放松、休息和消化的那块。但更有趣的是，你那份摘要里有提到一个数字，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迷走神经传的讯息里面，大概80%到90%是由下而上的。8到9成。对，从身体里面把感觉像是心跳快不快呼吸深不深肠胃怎么样，回报给大脑。这个点，在你提供的资料里好像一直出现，这真的蛮颠覆我们平常想的。意思是说，我们常觉得是大脑在指挥嘛，但其实是身体的感受反过来，很强烈的影响我们的情绪跟想法。正是如此，就是这样运作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像资料里说的，做一些很简单的身体练习，比如只是调整一下呼吸，就能很有效地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让我们感觉比较平静。因为身体的讯号直接影响大脑怎么判读现在的状况。好，那接着来看，当这个系统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会怎么样？你给的文章很清楚地描述了战斗或逃跑反应，就是交感神经启动，心跳加快，肌肉绷紧，准备要动起来。对，这个大家比较熟，身体就像踩了油门一样。但你分享的资料也特别提到，还有另一种一样重要的反应，就是冻结，或者说呆住。冻结，这时候反而是副交感神经系统里面一个比较古老的部分，叫做背侧迷走神经通路，它被启动了，结果就有点像踩了紧急刹车，甚至有点像电脑宕机。宕机，这个比喻蛮传神的。所以资料提到，这时候心跳、呼吸会变慢吗？对，人可能感觉麻麻的，好像跟现实脱离了，脑袋空空的。不像战或逃那样能量很高，反而是关机了。没错，这通常发生在一个人觉得那个威胁太大了，就是说打也打不赢，跑也跑不掉的时候。那份摘要里有提到，这是一种演化来的比较被动的生存策略，目的可能是为了保存能量，或者在很极端的状况下减少痛苦，像动物装死就是一个例子。这就带到你资料里另一个核心的东西了，就是那个 Stephen 波吉斯博士的多重迷走神经理论。对，这个理论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更细的理解框架，不只是开跟关两种状态而已。完全正确。波吉斯这个理论是理解你这些资料的关键。他认为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其实有3种状态，是照着演化的顺序发展出来的。最古老的是那个背侧迷走神经主导的关机或冻结的状态，然后是交感神经主导的战或逃的动员状态。最新演化出来也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是腹侧迷走神经主导的状态。这个就跟安全感、跟人连结、平静、放松有关。这个理论里面有个核心词汇，你笔记里也有写，叫做神经感知 （neuroception）。神经感知，对，意思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在我们自己意识到之前就不断地自动地在扫描内外环境，评估现在是安全还是危险，然后就自动切换到对应的那个神经状态。所以这就像身体有个内建的雷达，一直在背景跑。
可以这么想。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像你标注的那个例子，明明理智上知道现在没事，这个场合很安全，但身体就是莫名的很紧绷，或者很想逃开。对，可能是这个雷达侦测到某些潜在的，可能是以前经验来的危险信号。非常好的连结。你提供的其中一篇文章就在讲创伤怎么影响这个神经感知系统，可能会让它变得太敏感，或者说那个校准跑掉了。结果就是，可能一个人会长期卡在战或逃的焦虑里，或是冻结的麻木里，然后就很难回到那个让人觉得安全，可以跟人好好连结的腹侧迷走神经状态。哇，那既然身体状态可以这样由下而上影响大脑跟情绪，那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透过身体做点什么，来帮神经系统重新校准回来？你分享的资料后半段好像都在谈这个哎。没错，这就是这些研究带来的好消息。很多方法都被提到，像你划线的那些深呼吸、慢呼吸，特别是把气吐长一点啊，像那个4-7-8呼吸法。对，类似那种。还有像是哼歌啊、唱歌啊，用那个声带振动去刺激迷走神经。还有温和的伸展，甚至某些特定的眼球运动练习。眼球运动？是的，因为眼睛那边的神经也跟迷走神经有连。哦，所以这些练习就像是我们刻意在给神经系统发送安全、没事了的讯号，帮它从那个警戒状态解脱出来。可以这么理解。目标是提升神经系统的弹性，就是说能够在不同的状态之间比较灵活的转换，而不是卡死在某个生存模式里面。要找回内在的平静，还有跟别人连接的能力，很大程度要靠这种神经系统层面的重新学习。这次从你这些资料出发的深入探讨，真的让我对身体的智慧有全新的认识，理解到这些反应不是我这个人有问题，而是我的神经系统在保护我。光是这样想，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是的，就是这个观点的转变本身就很有力量，它让我们从可能习惯的自我批判，转向自我理解，还有关怀自己。这也是你这些资料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讯息。那么在结束之前，留给你一个可以玩味一下的问题。既然我们知道从身体到大脑的这条迷走神经高速公路这么关键，那今天你有没有兴起试试看，做一个超级小的身体调整？也许只是换一个更挺一点的坐姿，或者花个1分钟做几次真正深长的呼吸。然后就只是好奇地观察一下这个小小的改变有没有在你的感觉层面带来任何哪怕是很细微的不同。这或许就是启动身体内在智慧跟自己重新连结的一个小小起点。